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人？学历不高，却莫名散发着一种气场。在会议室里明明说了同样的话，从那个人嘴里说出来，大家就突然开始点头了。我刚才也说了，一模一样的话，但就是没有那个分量。更奇怪的是，台大毕业的主管，有时反而不如科技大学出身的专员，在公司里更受认可。这种事你们身边应该都见过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不是因为知识多，不是因为学历好，而是一种比学历可怕得多的东西，从内而外渗透出来的深厚内功。今天就来揭秘那些没有学历却能掌控全局的人，他们身上令人起鸡皮疙瘩的5个信号。不了解这些，你可能一辈子都在别人手下干活。第一个信号，把情绪当武器的自制力。那些装聪明的人，开会必堆专业术语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懂多少。但奇怪的是，那些话偏偏就是听不进去。为什么没有内功？言辞再华丽也是空壳。真正可怕的人截然不同，他们的第一个信号是把情绪当武器使用的自制力。重点不在于忍耐，而在于战略性的驾驭情绪。会议中，有人当众否定你的方案，那个思路好像不太行。普通人的反应是脸红反驳，或者提高声音辩解，情绪先炸了再说。真正的高手呢，脸色纹丝不变，淡淡回一句：哦，原来你是这么看的，有意思，就把话接过去了，内心却在冷静盘算。这时候发火只会让自己吃亏，先弄清楚对方葫芦里卖什么药再说。对他们来说，情绪不是需要倒掉的垃圾，而是等待时机打出去的一张牌。哪怕怒火已经烧到了嗓子眼，他也会在一瞬间算清楚，现在发作到底对我有没有好处。表面若无其事，内心却在全面扫描对方的语气、表情和逻辑漏洞，就像棋手在暗中布局，算的是对方的下一步落词。这些人还有一招，把沉默当武器。沉默会让人不安，不安就忍不住开口。那个我的意思是，话越说越多，反而把自己的底牌都亮出来了。高手就是等这个，静静的等等，到对方自己撑不住，一时冲动说出的话，事后往往悔不当初。真正聪明的人太明白这个代价了，所以在得到想要的结果之前，绝不让情绪抢先，也绝不露出真实意图。这不只是克制，而是一种牢牢握住主导权的高度战略。周围人不敢轻易招惹他们，是因为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，这个人碰不得。相比之下，装聪明的人一点小批评就暴跳如雷，恨不得马上冲上去，辩个你死我活，证明自己才是对的。真正的高手却能为了目标把自尊暂时只收起来。我想错了，谢谢你的提醒。话音刚落，心里已经在筹谋下一步了。他们深知情绪之争，从来都是赔本买卖，吵1个小时，什么都没捞到，只剩一身疲惫。同样的时间，多想一个策略，多看一页书，多见一个人，要值钱的多。普通人把自己托付给情绪的浪潮，浪来就晃，生气就炸，高兴就飘。真正聪明的人不在浪头上，而是沉在深海的最底处。无论上面浪打得多猛，下面始终是那片寂静。在那份寂静里，他看清了整片海的流向。有人挑衅他纹丝不动，依然走自己的路。这种冷静是一切聪明才智的根基，也是让对手最感到忌惮的东西。第2个信号，局面一变，立刻换挡的适应力。自制力只是起点，真正可怕的人还拥有第2个信号，在变化的浪潮上毫不犹豫改变棋局的适应力。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人？嘴里挂着以前的方式，最好20年如一日地守着老做法，新趋势看都不看一眼，然后某天悄无声息地被市场淘汰了。原因很简单，世界已经翻篇了，
他还停在旧章节里。真正聪明的人明白一个冷酷的现实，昨天的正确答案，今天可能就是死路，环境一变。他们不是硬撑着固执，而是直接给自己的大脑重新布线，就像给操作系统打补丁，升级内核。2020年新冠爆发，有些人说再忍一忍，很快就能回到以前了，然后干等着。高手们已经在转舵了，关线下门店开网店，掌握视频会议，搭建居家办公系统。在局面最混乱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比别人快了一步，率先站稳了新的位置。更难得的是，这些人一旦意识到判断错了，不找借口，立刻调整外人。看到这一幕，以为他们有什么预见力，其实没有，不过是毫无偏见的接收眼前的信号，然后立刻跟着。结论，行动就是这一步的执行速度，把差距拉开了。别人还在会议室里慨叹，以前不是这样的，高手已经在落子了。这种速度感会让竞争者从心底生出一种无力感，根本追不上高手，不把变化当威胁，而当做一场需要快速破解规则的游戏，进入新环境。先摸清生态，找到最高效的路径，必要时哪怕和昨天的对手握手，也毫不犹豫，没有情绪包袱，只看实际利益。这不是被动的适应环境，而是把环境当成可以重新解读。为我所用的材料是一种主动的进攻性，固执的天才最终往往输给灵活的战略家。别人因为固执走进死胡同时，这些人已经换好方向继续往前走了。第三个信号，读取对方隐藏意图的情境共情能力。说完，适应力。接下来这个信号是真正令人不安的，因为它触及了操控人心的能力。第三个信号是读取对方隐藏意图的情境共情能力。这里说的情境共情不是善意，不是热心肠，而是一种高度精密的信息收集能力，心理层面的侦查术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和他说话，总有一种被他看穿的感觉，还没开口，他就说你现在是不是在想这个？一下子就说中了。奇怪的是，和这种人聊完，心情反而变好，觉得自己被理解了。但那一切都是设计出来的。真正聪明的人在对话中从不闲着，对方的表情语调起伏，不经意的手势全部收进眼里，然后从话语的缝隙里捕捞对方。真正的欲望就像侦探，在现场默默寻找线索。举个例子，一个平时几乎不联系的朋友突然发来消息，哎，最近怎么样？普通人想好久不见来问个好，高手半秒内已经判断出来，这人多半有事要拜托我。道理很简单，平时不联系的人突然主动问候，99%后面都跟着一个请求。果然10分钟后消息来了，哎，天你有事接吗？能不能帮我个忙？这就是读懂情境的能力，看的不是话语的表面，而是话语背后藏着的真实意图。普通人就此略过，高手已经在预判，后续提前做好准备了。眼力尽快不过是这种能力的入门级，真正的高手能在对方还没意识到自己需要什么之前，就先轻轻触及那个需求，而自己的底牌始终不露。于是对方越谈越觉得被理解，在不知不觉中放下防备，产生信任。在台湾这种高语境文化里，这种能力尤其关键。人们从来不把话说透，改天一起吃饭，是真心邀请还是客套收尾？我再想想，是婉拒还是真的会考虑？读懂这些话背后的弦外之音，是一种真实的生存本领。真正的高手能从一句话的千万种解读里精准抽出核心，不激化矛盾，同时把局面不动声色地引向自己想要的方向。当别人察觉不到氛围，说错话把事情搅黄时，他已经在沉默里分析完局势，在最恰当的时机说出那句钉子一样的话，把整个局面翻转。这里有一点要说清楚，
情境共情不是情感共情，情感共情是对方悲伤，我也悲伤；对方激动，我也跟着激动，真诚，但不具战略价值。情境共情是认知层面的工作，分析的是对方的逻辑结构和行为动机，所以这些人能给出最温暖的建议，同时脑子里已经在盘算影响力和自身利益。就像医生对患者共情的同时，保持冷静的临床判断，留意一下周围有没有那种几乎没有敌人，人人都喜欢，但没有人真正摸透他心思的人。这种人大概率就是情境共情的高手，他们从不强迫，因为强迫只会制造反弹。他们擅长瓦解对方心理上的防线，在谈判桌上或冲突场合不动声色就占据了上风。读懂人心从来不是感性的事，而是最高难度的知识博弈。第4个信号，主动隔绝外界噪音的孤独。看完前3个信号，第4个可能让你意外，它不是某种技能，而是一种姿态，将自己从大众噪音中主动隔离出来的孤独。这不是性格内向，不是不善交际，而是为了磨砺思维体系，刻意为之的战略性独处。你每天有多少时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？不是物理上一个人，而是手机放下脑子，安静，只和自己对话的时间。大多数人几乎没有。早上睁眼就刷手机，通勤看视频，午休扫群消息，下班追剧，睡前刷短视频，一天到晚被外部刺激填得密不透风。内功深厚的人清楚，长期浸泡在他人的比较与社会流行趋势里，判断力会被悄悄磨损，被污染，被扭曲。所以他们定期给自己断网，创造真正与自己正面交锋的时间。别人在群聊里消费热点打发时间，高手坐在安静的角落里做盘点。我现在在哪里？目标还是那个吗？昨天的决定有没有走？偏向拿着显微镜检查，自己给思维做一次深度保养。这种独处带来的是不被从众心理裹挟的独立判断力。不管外面怎么一窝蜂，他能站定，不随波逐流。2017年，比特币狂潮，周围人借钱往里冲，高手坐在房间里问自己，这东西真的有价值，还是一场集体催眠？别人晒着收益，他守住自己的判断，纹丝不动，自我客观。话听起来不难，做起来却是逆本能的。没有人喜欢正视自己的弱点，人的本能是找个理由开脱，或者找人来安慰。但真正聪明的人不回避弱点，而是把弱点看清楚，转化成一个问题。这里不行，怎么补？外人有时会误解这种人，整天一个人是不是没朋友，太孤僻。高手把这种议论当耳边风，低头继续磨刀。独处时间怎么用，决定了一个人的志识是停在平庸，还是走向压倒性的境界。真正的高手把孤独当作决策，演练场不活给别人看，专注积累真正属于自己的实力内功，随时间以几何级数加深。等到某天真正的关键时刻来临，他们展现出的那种判断力，正是这些年独处时一点一点沉淀下来的东西。大多数人混在人群里才感到安心，跟着走就好了。高手把自己变成一座孤岛，站到高处俯瞰全局，身在人群，只能看见前面人的背，登高才能看见整张全局。无法独立思考的人，迟早被人利用，被假新闻牵着走，被情绪牵着走，掉进各种陷阱。能享受孤独的人，不被任何洗脑所左右，走自己的路。第5个信号，不用嘴说，用结果证明的实用性创造力。说到最后，前面4个信号其实都是为这一个做铺垫。第5个信号也是真正的致命一击，不靠嘴皮子，靠结果说话的实用性创造力，这才是学历被踩在脚下的根本原因。开会时，你见过这种人吗？滔滔不绝，说了1个小时，一问，那到底怎么做？当场哑火。
装聪明的人最擅长这个，用一堆高大上的术语堆出来的空话，听着好像很有料。散会之后什么都没有留下。我们需要通过范式转移来创造新的协同效应。诸如此类，真正的高手不一样，他们能一眼盯住卡在哪里，找准瓶颈，重新组合。手边的资源给出最短路径的解法。我亲眼见过这样一件事：一家创业公司老板，台大 MBA 出身，高管清一色名校背景，营收却持续下滑。开会，名校高管们说了3个小时，市场环境不好，竞争对手太强，需要重塑品牌形象。3个小时没有一个落地的方案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科技大学出身的营销组长举手了，他把数据翻了个底朝天，找到了答案。客户在结账环节有 70% 中途流失，原因是结账页面太复杂，加载太慢。找到瓶颈，立刻动手简化页面，优化速度。1周后营收涨了 20%， 这才是创造力。对这些人来说，创造力不是什么艺术性的灵感，而是为了达到目的挑出最高效工具的实战本能。别人说不可能，他们拿出结果，让所有人措手不及，把复杂问题拆解清楚，转化成任何人都能执行的方案，是他们最核心的本事。把东西说得复杂，谁都会堆几个难词，引几条理论就行了。但把本质留下，把冗余全部剔除，没有真正的实力是做不到的。爱因斯坦说过，如果你无法向一个6岁的孩子解释清楚，那说明你自己也没有真正理解。这些人给出的简洁方案本身就是内功的证明。只懂理论的人还在找借口甩锅，真正的高手已经把棋局分析完，搭好了结构，用一个实实在在的结果，把所有质疑一并封住。对他们来说，创造力不是比谁的想象力更天马行空，而是凿穿现实之墙的最锋利的钻头。没有执行力，托底的知识，不过是白日梦失败了。没关系，不过是确认了这条路走不通，换一条就是反复尝试，反复验证，这才是真正打败学历的武器。名校出身的人摆弄理论，这些人端出结果。我们总结一下，学历之外，真正决定一个人高度的5件事：把情绪当武器的自制力，局面一变立刻换挡的适应力，读取对方隐藏欲望的共情能力，在孤独中磨砺出来的独立思考，以及不靠嘴说靠结果证明的执行力。这5件事同时在一个人身上运转。学历再漂亮，再能说会道，都赢不了，因为这不是头脑里装的知识，而在实战里一刀一刀磨出来的内功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专科毕业，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资历，现在是大企业的高管，原因只有一个，把这5件事默默实践了。10年，学历改变不了，但这5件事今天就可以开始。在人生这张棋盘上，最后效，或者不是记住最多知识的人，而是最冷静地看清棋局，灵活应对，始终掌控自己的人。客观来看，如果这些信号让你感受到某种洞见，你可以给我点赞、收藏。我们下期见。那么这期的内容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按赞收藏。我们下期见。